听说你还一直跟我们的小妹讲，你懂我当年很红吗？哦，那当然了，应该要提醒他们一下的。我就喜欢演戏，所以到我中学的那一段期间，我当凯莱班嘛。你知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的升级成特约了，老是在演一样东西，每次拿到剧本就这样了，我觉得没有突破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东西了。全听你说。你一夜成名，一战成名之后，那时候的周初明就是会所谓的自大吗？有一点啦，真的自大吗？就比较多意见了。为什么就有会自大？些东西我觉得看不顺眼就会说，剧本不合逻辑就会讲，然后越讲越多，哎，好像人家都怕你这样，看谁觉得不太一样。我试过，真的不应该啦，丢剧本。哦，我觉得真的不好，因为对导演、编剧、编审是一种不尊重。我那个写这么鬼，哇，现在想起来很后悔，不应该这么做。我做过这么事情哦，让我想有没有看看。丢过稿？你丢稿你就是不对，因为毕竟人家，对我来说，他们他都写哇，读了没有逻辑，你那么演，哇，人家心里会怎么想？呀，相反的人讲啊，这个人演技呸，不要看，你的感受怎么样不好？所以我是后来真的回想，觉得哟，做错了，年少气盛嘛，不懂。你有没有在片场或者是 NG 啊，或者是碰到新演员，又或者是导演，就是当你越来越熟练、名气，因为你进来都是拍打戏了哦。我有去骂过一些演员，要迟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晚上去 disco， 所以这个我说完全不能接受。这些我会骂。如果他真的是很努力、很紧张在背 ，OK 的。但是如果说我发现啊，因为去玩啊，不认真啊，那我剧本已经很早就拿到了，你又不看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够接受。可是你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人生的低潮，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，就是你上了神台，拿到了超级红星之后，听说你又开始跌到了谷底了。因为你会想到说，以前一年拍3部戏，现在几乎3年都没有拍到1部戏，让我觉得我好像什么东西失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后来我去想，会不会是因为到了一个尴尬年龄，演人家的爸爸又好像不行，因为样子的关系嘛，好像老妖精这样，对不对？因为 baby face 又不像 baby face，不像什么 face， 所以比较没有那个说服力。然后后面也因为得罪人，我不知道，就很多的那种想法啦什么的，后来就哎呀不去管他了，有什么就做什么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还是有演戏，然后就接到了很多主持节目。也有一些啦，也不多吧。有跟你吗？没有，跟我进线比较多。跟欧进线比较多。跟我进线比较多，有什么去油站的啦，然后去讲一些什么原来如此啦这一类东西吧。你觉得你做得好吗？我觉得不是主持的料啦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演戏。我常跟人家讲啊，初明本身是很搞笑，个性很鲜明，他演什么都好，但是他一到了主持啊，我就看不到周初明，我看到周初明在演一个主持人，而且我觉得他 create 那个主持人是不被喜欢的。对，就是这点是不好的地方。我一定把戏的东西带进主持，主持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。对。可是我自己不能骂出啊，不能讲这些东西。如果那个时候的我说那个节目是一个比较随性，可以哒那种东西的话，如果再加上一个周重庆，哇，这个节目 perfect。可是你最重要的是，2004年那个时候，你的病也是开始越来越严重，因为我记得以前你常跟我讲说你的腰痛，然后你去找很多医生，你用很长时间来寻找病因。我是在97年拍戏的时候受伤了。哪一部戏？不老的传说。OK。所以受伤之后呢，就发现我是这个椎间盘突出 （slip disc）。所以那时候出来就会动到我的左脚的神经线，所以造成了血液呢不能够循环，会缓慢，所以走起路来就会痛。那么每次看医生，他们都会问，有没有什么 medical history 啊？我就有，我在97年跌倒受伤。哦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啦。你也引导他们去那里了啦？对，因为他们问我没办法不引导，所以就在那边兜，一直找不到病因嘛，所以一直到
2006之后，就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糟了。为什么 sleep apnea 的人跟你多严重？你要跟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疗应该会好的啊。因为医生让我做很多的物理治疗都没有效果，还去到很多地方啊，中医啦、西医啦都做了，这边动圈子找不到，因为原因是我不是椎间盘突出嘛，是肌肉萎缩，所以他们查不出这个缘由来，所以就没有对症下药哦。它会带来剧烈的疼痛吗？酸痛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有运动的人对不对？你有跑步对不对？如果你试过一阵子不跑步，可能1年不跑步，突然间你去跑，回来之后你的腿什么感觉？很酸的，像是走路脚会开开的，好像不属于你自己的脚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一直都是在这个状态。对，包括现在跟你讲话，所以你需要真的控制。所以当你抓到那个事谁啊，俩丢谁，你懂？哎，不行了，要怎么抓住什么东西？慢慢再抓，慢慢再摸索。而且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刚刚得病吧？你拍完戏之后，我听说有时候就是你会先就希望导演不要走太多步路，因为你不舒服。然后还有一次是拍完了戏，大家要上巴士，你忽然不能抬脚上巴士，你就……我有遇过，就是其实在拍《心花朵朵开》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导演要我从这边走，我走了2回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走路很奇怪嘞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为什么这样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这样 ，OK 啦，迁就你了，调上来半身你走，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？”我尽量。大概2个 take 之后，我真的走不快，我就觉得很内疚，很不好意思。他们还不知道，那时候还不知道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什么事情。OK，因为我是说我的腰发作，然后我觉得最伤感的一次，是刚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他们去了大白崖那个庙开镜仪式，爬那个楼梯。我说哇假了，我怎么爬嘞？然后我就说你们全部先上吧，因为那时候很尴尬嘛。爬楼梯给人家看到你这样爬楼梯，那又有媒体在怎么办？那么后来我就找了一位服装师嘛，是化妆师。我说：“Sister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拉这边，因为如果说扶手近的话，我还 OK。如果很远的话，我没办法。我说你当我的扶手，我这样慢慢上去。然后仪式完了，一完了我就马上走。你明白？然后我就在那边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然后就去拍。那我就跟你讲，走路那段戏，拍完了之后我真的上不了，我就。又在撒网说，要不然你们先回来，我老婆要来载我，然后我才就是大家最后都要上巴士回公司的那一节巴士，你上不了，我就说，不然我不要，突然叫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要来载我，然后我就坐在 Suntec City 那边，就打给我太太说你在哪里，你过来载我，我不行了，然后我才在车上跟他说我的状况，然后我说真的不对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状况似乎有点严重，然后你知道吗？刚好那个时候。我在拍《心花朵朵开》的时候，开拍之前，监制尤红姐有给我一些深入相待什么的，叫我去看一部戏叫《1公升的眼泪》，一个日剧。OK， 有1公升的眼泪。对，是讲一个萎缩症的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只是冥冥中的安排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其实，在读剧本在看的时候，我说糟糕，我这个角色。是得了那个脑性萎缩症，跟剧中那个女主人很类似。我会不会我本身周出明也得到这样的东西？因为他的 symptoms 都一样的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没有那么巧吧？可能我真的是长期太劳累了，我的腰间盘突出造成我的状况越来越差，并不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我当下没想那么多。直到那天开镜仪式拍了那个镜头 ，officer， 我就觉得不对了，不行了，有问题了。所以一直到08年的8月尾，我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。可是08年的8月，我觉得你在这一年你发生了很多事，因为在08年监中之前你的最好的朋友 MCQ， 对，他的去世让我真的很压抑、伤感。因为你可以想象吗？早上当你还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还有说有笑。到了12点多，我那个同事爱华就打给我说：“大哥，你的好朋友去世了。”
我骂粗话，说你怎么可以乱讲话？他说这种话，这种东西我绝对不会开玩笑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打需要的手机，对方的弟弟接，母亲在旁边哭，就知道了。所以那个对我来说，也是很大的所谓震撼啊、伤感啊。你跟 MC King 是什么时候情况认识的？哦，我们在剧团认识的。然后剧团认识之后，我入行，他算是小有名气吧。他拍《我爱芳龄》是哪一个戏？然后他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演员嘛，所以他帮了很多啊，说老哥在哪里啦？你的 rundown 要怎么做啦？怎么分啦？可是到后来，他也让我很 sad 的，说是我们拍《敢敢》的时候。我们做 live 的对吗？你记得吗？对，一般有现场观众。对。他来做什么？主持。对，他来做暖场。那我就拉去边，我问说你要接这个 job，他说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没有工作做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就揪了一下，你明白吗？我说哇，好歹你有一点点名气吧，你做这个 job 很奇怪啊，我就不太能够接受了，觉得哇。虽然说我当凯莱菲特约演员的时候，看过很多演员起起落落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是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我的心就很揪了在那边。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，MC King 的意外的一个去世，也打击到你的很大。对。可是打击你跟他是同年几个月过后，是你就发现自己的病因究竟是什么病因了。对。OK， 我知道出名的病因就是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2008年被确诊为脊椎性肌肉萎缩症，又称肯尼迪症。这是一个就是暂时还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。因为这个病症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说，全球吧4万个人就1个人中。我说有这种病啊，肌肉萎缩症。所以我是很压抑，为什么会是我？其实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反应，我觉得哇得了这个东西。可是当有一天去到房间看到孩子在睡觉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揪了，因为孩子这么小，然后我真的希望说能够看他们长大，结婚，可以的话就抱孙，总希望目睹自己的孩子长大嘛。所以呢我就揪了，很 sad。后来慢慢的。通过宗教信仰的力量，然后朋友的鼓励、扶持、家人的那个 support， 慢慢的，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呢，才走出来。不过我还是感恩啊，因为当医生宣判说最多2年的寿命，到最后发现说，似乎有些改变你的 DNA 各方面，前面的检验是错误的吗？不是，是他们找不到这个病因吗？也不是，就。对我来说，就是神迹奇事的发生，直到说我不需要，因为2年的时间就要交登记了，我还可以继续的活，明明10年、20年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对我来说就非常感恩了，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抱着感恩的心态，你就活得很开心。那个时候你知道的时候，孩子几岁？1个4，1个6。他们开始活蹦乱跳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抱他们？完全没有。你没有办法用手去从他们小的时候，大概2、3岁开始，我就没办法抱，我就没有力了嘛。他们一个02年出世，一个04年嘛，所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除了婴孩 baby 我还能抱以外，之后老2，我几乎很少抱过他，因为他们也谅解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只跟他们说，爸爸没有办法跟你们玩啊，去游乐场玩啊、跑啊，因为爸爸的腰痛，就这样。所以他们蛮懂事的，他们也不要求。他们可以在你身上乱蹭乱跳吗？还是他们知道爸爸会痛？哦，他们不敢，他们知道呀 ，keep a distance away， 不是说离开我了，是说，爸爸要小心，宝宝在旁边。你的是严父，还是你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很难过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开心哎，因为他们体谅我，他们知道说爸爸万一跳不小心撞到我怎么办，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角度说。他是出自于关心，他们是出自于爱，而不是因为爸爸麻烦，而不是说等一下跌倒更麻烦，哇，他们绝对不是这样。但是你说，你看，身为一个病人，还有我们身为一个父母，这种怕雷
给孩子累赘的心事永远都会浮现。你刚刚讲很，一其实是定会很老实啦，难免。到现在一定会。如果说完全没有骗人，那太自私了，这个又是蛮自私的父母。因为我每天都在学习一个过程。光光在公司拍戏的时候，我听说都得到很多朋友的一些帮忙跟了解。特别是玲玲了，因为玲玲就是我跟她拍那个118的时候，前后2部长剧跟一个电视剧，就很多时候她说妹，啊丁这个我来了，我可以做到，我做，你不用，我帮你，你不用站，因为我从做到站，上次我们做高我没问题，做低我就很辛苦，说他会迁就，他会帮忙，他说反正我的性格去得到，我帮你讲，帮你说，帮你弄，就这个东西上去，然后这边呢我就慢慢上来，没有人看得到，导演就不拍我慢慢上来，不要像我们拍戏，有个人进来跟我们吵架。你就干嘛？你冲过去，镜头在你们2个人身上。对，这边我就慢慢起来。所以在那部戏的时候就是很多演员都一起在帮助你，在让你完成这部戏。我是在想说，这样的一个病情，到目前为止，你觉得会影响到哪里？比如说，身为一个演员，它会影响到你的心情，肯定了。肯定走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情、你的身手、你的动作？其实全部都影响，会影响，包括重要的是你的形体。你的身体动作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很亏欠大家。拍完了那场戏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，可是就因为我没有太极，我的形体各方面表演的不够完整，就会有这些遗憾，而且会很沮丧，会不会？一定会啊，所以就是真的需要调试啊。那我觉得我的座右铭就是不要去眷恋那些我失去的。如果说我今天做得不好，我真的做得不好，我做得不好。那你觉得明天你会做得更好吗？肯定不会，因为你被他影响了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过去的就算了，我永远把焦点放在我拥有的，而不是放在我失去的。因为我做不到的原因，是因为跟健康有关系。只要是这一块的东西，我没有办法做到。So， 我为什么还去钻牛角尖？我只能够往我可以做的，把我的词演好，我的情绪掌控得好。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出名一路走来呢，他一直在寻找病因。当他找到的那一年，就是2008年，同时获得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是当年他站在舞台上拿到了你第2座奖项最佳男配角的时候。那时候你的上舞台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主持的，我记得镜头故意 cut 到外面去，因为大家想要帮你，但是也不要帮你，就让你自己走上那舞台。然后你在走那刚好一个小台阶，我还记得导演尽量看到别的地方。我现场看的时候，你现场差一点点绊倒，我吓到哦。是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因为最近下半身的问题，造成很多人的关注关心，在这里表以万人分的谢意。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的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能够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也不会疲乏。哇，这一年的时候，我觉得让大家非常的不胜唏嘘，觉得在这就是人生啊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你只能够面对。可是最残酷的是，当你还是演员，你还要站在舞台上。没办法面对。只是那一刹那间，救了一下心。那一年，接连2的好事坏事一起来。没办法了，救人嘛，你不能够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面对。可是你能够走到今天的心情绝对不容易。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曾经说过，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，只是因为
我只是比一般的人比较会坚持，而且我也没有后退的筹码。如果我一后退，一灰心沮丧，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垮得更快，所以我必须要建立起来。好像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说，人生如棋嘛，下棋，中国象棋里面的车、马、炮，车马可以冲，马3步，或者是里面的卒跟兵，我只能一步一步走，我的动作很慢，但是里头的兵跟卒不可以后退，我也一样，我只能向前，跟左跟右，但是不要去想要当车马炮，就好好的当你的兵、你的卒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，希望能够走到对方的穴、对方的王宫里面，就完成我的人生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对家人呢？当然会亏欠呐，很多时候比较不能够陪伴他们，你明白吗？那种出去走啊、玩啊，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够，所以我总觉得少了那个伴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我在那边又在哎呀逼地拔地，那我就会活得更痛苦。可是我们终究是人，会陷入到灰暗，会陷入到对，所以就必须要面对了。可是你看呐，我们又在一个这个演艺圈算是一个大家庭，你在一个完全无退路的情况下，第一，我们的工作是群体的；第二，你的工作是活在水光灯下，大家都要看到。你拍一部戏，非得要人看，那要红了人家注意点，待会又不在那里。我们知道要对待出名，就是不要把一个病人当病人，可是我们又不能不理你。所以我讲过啊，我们不管是我还是对什么人都好，他们要的不是同情心，而是同理心。当我处在你的环境，我知道你的状况，你的一些需要，那么我帮你说我同情你，那不要，我了解，我帮你。所以我也学习啊，好像我那个学习说会主动开口去请人家帮忙，我会的。以前不会吧？以前我不敢，尤其你看08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小心的去处理。现在我敢，我跟你说，去年吗？我拿那个什么奖的时候，成就奖。对，因为之前他们事先安排说我会在后台上来，说 fine。可是我在想，万一我拿到一个什么男配角的奖还是什么奖的，怎么办？我一定交代了徐冰，交代了重庆。我说万一真的是我不知道。万一应该不是我。如果万一你们帮老爸可以吗？我说没问题，老爸有谁万，他们会帮我。所以要懂得开口。那么对外也一样，我是试过一次在80后那边，把车停了，然后呢，哎呀糟糕，没有一个 slope， 全部是一级，然后我那个级蛮高的，我上不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到一个小妹妹走过来，我真的就用了那一招。Hello， 你认识我吗？你一定要懂我是谁哦。他看着我，谁？我不认识。讲的是谁？我是周出明啊，这是周出明。你看电视剧就是那个做电视机的周出明。然后看着我，他愣在那边说：“你放心，叔叔，我不是坏人。我周出明，我直接跟他讲我的状况，我有病，我上不了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”他 OK， 我有点骄傲跟自豪，因为我懂得怎么放下。去请人家帮忙。以前的我绝对不敢。你就在里面等，一直等想办法。看有没有人来帮我，还是就想办法就对了。可现在不是，就会找人家说，可以帮我吗？我为什么以前不敢呢？你以前不敢的原因是在于自卑，演员的去求人家帮你。因为当我患病的时候，我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得了这个病。后来我想，而且也不想让大家把焦点放在这个病那边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想。现在几乎，如果认识我的人，应该98%以上都知道我得了这个病，那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那如果不敢说，我在那边等吗？不可能啊！我也得去办好我的事情，就请人家帮我咯。我觉得也没有多大丢脸的事情啊，所以就这样。
那从今而后，现在出名是非常好的，非常疗愈性的出名。可是我相信人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但凡是人有一点灵性的，最糟糕的是，我知道出名也曾经想过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是错误的啦。对啦，那肯定。对。所以当你纠结，你放不开自己，我就想说算了，就干嘛活得这么辛苦？别的人生起起伏伏都很容易过。我说为什么开这种玩笑给我呢？从小的环境也不是很好，等到比较好的时候，就 OK 啦，红啦，赚钱什么就不红了。一旦不红，又跟着健康出状况，那明天的路是怎么样不知道。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么多人的眼光，奇异的眼光，然后我的生命到底会活到什么时候？对不对？我有脆弱的时候嘛，所以当我一脆弱，我也放不开自己，我就很多的负面的思绪都会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感恩，就说有信仰的帮助，家人的扶持，亲朋好友的关爱，然后一起走过。好像我拍118的时候啊，我跟玲玲都互相的扶持。我说玲，你是一个看来勇士，对吗？对。那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呢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。你始终觉得每一张笑脸的背后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可能不堪的一面。是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面对？所以我告诉自己，你说 OK， 还有人比我更惨，更辛苦，我一定要度过这一关。所以像有时揪一下，然后马上就要恢复过来。当你那个想法的时候，你是出去走走，还是看看孩子，还是怎么样？快点把那个刹那间压下去。我静下来，然后去走一走，就反正我就要把心情沉淀下来，然后不要把焦点放在这边。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因为真的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出错，什么时候 OK， 什么时候酸痛，只能够忍耐了。后来我知道你还是爱上了运动，医生说你这个病不能太激烈运动，所以你还适量的去做运动这回事。因为我觉得就像一台车嘛，你总是要按一下 engine 动一下，不然东西都会生锈嘛。所以我就告诉医生说，我能不能够尝试去运动啊，去水里面走路啊这些。他说可以啊，你就在里面伸展啊，在里面游啊，走路啊。对你是好的吗？是好，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状况，你不要 over。我今天我尽量，no， 在你能力范围能够做到的东西去做，你只能够maintain。你这种只是一种减缓，然后减缓跟保持在那边，所以我就试着在泳池里面走路啊，所以这个过程也要学啊，要面对一些人的眼光都有。好，现在我就要发问网友发问你的问题。我相信第一题是 warm up 啦，给你 warm up。OK。人家问你圈内最好的朋友是谁 ？MC King 哦，周重庆哦，陈泰明哦。陈丽珍啊，潘玲玲啊，都是一些老的，我都跟老的接触啊。年轻的有没有来几个啊？徐冰吧，算年轻了。OK， 人家说徐冰就是 next 周出名呀，就是个子不高，然后古灵精怪那个呀。我跟他蛮个 click 的啦。Yes， 那时候那个许振荣他老板要签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讲，我告诉你很难再有一个周出名传奇。这句话是许振荣跟我讲的，他说徐冰要代替你是不可能，但是像当年的周出名已经在造。徐冰他也是有他自己的特色，因为这个年轻人很乖。对，他当年出道，人家就说他是小周出名。的确像。有呀。的确。OK， 当老板好还是当演员好？还是喜欢当演员的，因为我喜欢演戏。是。OK 啊，这个最近是人家问的啦，最近身体状况好吗？还在控制之中吗？不能说完全控制，在下降之余还保持住。如果说跟12年前比起来，肯定是下。但是我觉得它是很缓慢的下。所以我觉得
很感恩的，还是非常感恩的。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我觉得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在 COVID 的这个疫情之下，很多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，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还有金钱、荷包、健康、家庭、事业，全部都受到了影响，甚至于负能量也慢慢的来了。尤其由你出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疫情的人得到了负面影响之后，你会怎么样去劝大家，跟大家看待这件事情？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世事难料，你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觉得 COVID-19，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警惕，不能说教训啊，应该借鉴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人在幸福当中，在安逸当中，也会有危难的时刻。坦白说，这个 COVID-19 来之前，我万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。谁知道它带来给我很多的影响？第一，生意的影响。可是，在生意影响之余，就要用积极的眼光去看，因为总比没有生意做来的好。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我始终觉得说，黑暗总是会过去的，总是会有光明的时刻。所以 COVID-19 来，你用另外的角度来想，就是大家可能借这个机会多沟通，多聚在一起。所以才会珍惜嘛。以前随随便便跟见个面，现在没有了，来隔离，现在就都5个人，所以把这个负面东西当成是一个学习的功课。就我觉得，当你经过这样一个困难时刻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所以当一天走出来，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去鼓励别人。所以我时不时会在 Instagram 收到一些 message， 说我的谁重病了。你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？我觉得，我有这个机会鼓励他们，跟他们说话，因为让一个病人去鼓励一个病人，它的效果会比一个健康的人去鼓励一个病人来得好。是，我说我还在经历当中，我还没有好我还在痛。你看 ，positive 想好的东西，呀。是，我觉得在这个大疫情之前呢，跟出名的病一样，人不要到了最后一个关节，或者是到了重大疾病天灾人祸之后，才去珍惜你所拥有，或者是才去习惯克服所有的重重万难。顺境的时候我们要珍惜，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力争上游。只能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活出明天的一道希望嘛。是啊。所以这边呢，制作组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小小的礼物，要送给你。我在这边拿一个给你看一下。Thank you。他们很可爱。我们的助导他去找的时候因为他在你很红的时候，他还在上辈子啦。我只能说，所以他要去买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。你打开里面看一下。OK。哇 ，Thank you。这个是一个游泳袋，然后还有一个游泳裤。你知道这个 size 肯定是你的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助导会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 wardrobe 出来的，聪明吧 ？OK。Thank you。还有这个蛙镜，然后里面还有，等一下，谢谢你们。还有这个 quick dry 的 towel。哇，太好了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还是喜欢运动，保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精神。我觉得啦，我们一人套用一句话，可能你会用你的宗教讲说，关了一扇门会再为你开一扇窗。但是我这边也会讲说，也有一句话说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没有到最后，没有到尽头，没有人知道究竟碰到那件事情是好还是错。可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告诉村民，今天整个访问之后，你刚刚前面讲的那句话，我必须再帮你延续下来，就是你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出名，也要做一个永远不取代任何人的周出名。谢谢你。Thank you。谢谢你们。Every day is sweeter than the one before. Every day I love you just a little mo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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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